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啊，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啊。今天老师的镜头换了一下哈，因为临时我那个主镜头没有带，我只用笔电的镜头啊，所以说那个画质可能不是很好，大家请多包容一下。好了，我们今天要看到哈，这个礼拜真的是奇葩的事很多，包含今天了啊，就是12月8号吧啊，今天啊那个叙利亚它的政府已经被推翻了，原来的一个阿萨德政府他已经流亡了啊，就是不知道能去哪里说是流亡了。但实际上这也不知道他跑去哪里这个就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他那个飞机飞一飞，那个光点突然消失就没有了。那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什么样呢？当然就是我们那个韩国总统尹锡悦他戒严令他其实在这次的状况其实蛮有趣的。那我们周三的时候有几集更新一下呢，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稍微细谈一下。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韩国吧，韩国他这次的这个尹锡悦他要进行了这个样子的戒严的状况，想要夺权。那这个其实我们在礼拜三已经讲过了，他的所有条件都不完备的状况之下，然后他要进行的整个戒严，其实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犯这个么愚蠢的错误。当然这个也是很奇怪，包含就是说有传出来就是他的士兵就基本上本来以为要去那个北韩交界处那边执行任务但是也不知道他那些士兵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在国会的大厦的一个前面去降落。那所以是说也包含的是他们第一线的士兵也没有拿到子弹。也就是说呢，你只有枪，但是你没有子弹但是军人嘛，你是服从是你的天命，所以是说就变成是说，哎，你这个将军没有发子弹，然后呢，他们也只是做个样子，走个过场，然后假设你去戒严。所以说这个其实尹锡悦他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要去夺权，你要去戒严，其实你不应该是这个方法去做，你应该是已经准备好了你所有可以掌控的军队的部分。因为这个枪杆子出政权这个其实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得清楚，谁有枪杆谁就有政权包含这次叙利亚，也包含美国南北战争，或者是对那个独立战争都是一样。你没有枪杆子，你不能靠你一张嘴你就说我要独立，不是我要戒严，对不对？这个是不行的。你要完全掌握军方的实力之后，你再去做其他事情，你才有办法就是威吓别人先听你的话。所以说他只靠一张嘴就宣布戒严，那他也没有想过他自己的党籍立委，不是党籍立委，就党籍的这些议员愿不愿意配合他们演出这场戏？也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巩固他自己所有的手脚？他在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你既没有军队，你也没有这些州府道的这些市长的扶持，然后呢，你也没有议员的首肯，那最重要的事情，你没有美国爸爸的一个应允，所以你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你突然去推这个戒严基本上是一个打很大的一个问号。这戒严有很多种其实各位要去想，我们台湾之前的戒严是比较严重的。那戒严的状况有很多，有些是怎么样呢？有些是算是宵禁类的戒严，就说你晚上可能9点或10点以后你不能出门。好，那这个也是戒严，但是它那个是属于一个宵禁的状态。就戒严它有分很多种等级，你可以做宵禁，你可以做其他东西，慢慢的一步一步来去进行，这是有办法去进行的。但是尹锡悦他是完完全全我不管了我就摊牌了，不装了，我摊牌了。我直接宣布戒严，搞不好你们就听了呢，对不对？搞不好我这成功了呢，是不是？所以说他就把自己包装在一个什么自己的一个幻想里面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样做，然后就会有 A 有 B 有 C 有 D 有 F，那所有东西推演起来就达成这样的结果。这跟我们之前谈过那个石破茂其实差不多类型的人就是他们都是长于什么？长于想象。常于当幕僚，我可以提出很多好像很有用的建议，但是实际上你什么都做不到。所以石破茂是这样的人，那尹锡悦我们看他的格局也差不多，就是你可以长于言，但是呢你是短于行的。说他在完全没有掌握任何有效资源的状况之下，你要去申请这个戒严，那到最后其实美国肯定是不可能让他成功的，因为美国不需要在亚洲去扶植一个全新的独裁政府，这对美国的利益来说是没有好处的。除非你韩国已经先跟他承诺，我戒严之后，我可以为你去牵制北韩，甚至我帮你打入北韩，我去让你消除你在亚洲的其他的一些边患。然后呢，我就可以当成你亚洲最好的代言人，然后跟你让日本跟韩国成为犄角之势，对不对？对中国采取那个钳制。这样去跟美国谈，搞不好美国还会同意，因为不说川普就是拜登现在希望就是世界大乱，
所以说你做这件事情啊，那美国只要能够同意，那么你这件事情做起来还有一点道理。毕竟美国它在各个地方它都会有 CIA 哦，他们会去做一些渗透处理，然后帮他去把那个声势去搞起来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在看香港那些事情的时候啊，他们的学生代表他们也是在跟美国 CIA 啊去做一些联系。那台湾我就不说了哈，有没有这回事情我不敢讲，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说我们发现啊，其实，在南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变成他没有办法去掌握所有一切的资源状况之下，我靠一张嘴，我靠你们守法的自觉，所以说我总统说什么，你们就应该做什么啊，这个就很奇怪。我说真的，就早上起来，老师那时候在怎么样呢？半夜我当然没办法，半夜我要睡觉。但早上起来，我在啃那个早餐，那天我还记得我吃的是那个那个什么便利商店的包子，我吃2口啊，韩国戒严啊，韩国戒严结束了。哦，就在一瞬之间，他看到前面看到他戒严消息喷出来，我点开来看，然后呢，点开来看，跳出来就是他6个小时结束了。我还没有睡醒，我还没睡觉，跟我还没有睡醒，然后这个就结束了。我也觉得这是你这个政变自己也政变太晚了吧？那当然，那我们也发现他昨天呢、他也进行了这个要去弹劾尹锡悦这样子的一个临时会。那弹劾案有没有通过呢？啊，当然是没有通过的啊，应该是算是昨天吧，好，还算今天，搞不清楚。意思就是说，韩国这个执政党就是说，即日起停止尹锡悦所有的政务，就说我直接把你架空了，那你现在最好是自己辞职吧。那你不辞职，那就要让弹劾案通过。那至少这一次没有通过，所以是说啊，到现在就执政党，他们现在执政党里面只有一个叫做安哲秀的，他就坚持出席了这个弹劾的议会。那么有他也没用啊，因为他们至少要8个议员去倒戈才有办法通过这个事情。所以说，为什么老师周三的时候跟各位去讲？台湾如果想要进行戒严，能不能达成？实际上是达不成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立法院并没有这么多的席次，2/3以上的席次啊都在这个执政党手上的时候，那么你宣布戒严才不会你才能够稳定住这个局势。所以是说啊，这个立法一个所有的一个国会啊，国会其实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啊，只要国会不通过，那么我们接下来现在的民主制度的戒严呢，它就基本上是不会达成的。说当时基本上老师也看很多讯息，说问老师说台湾会不会戒严了，会恢复戒严？那个是有困难的啦。啊，按照我们的宪法规定啊，其实你是达不到的啊，除非你完完全全一体化，2/3以上都是跟总统同样一贯的，那么他要宣布戒严，那个时候他也必须要让军队完全能够听从他的命令，不然的话是没办法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哦，在我们的蒋经国前总统啊，他在逝世的时候啊，有人就担心会不会产生政变，那时候会不会政变？那就当然就是那个时候的国防部长叫谁突然忘了哦，这个年纪大我突然忘了，就是一个胖胖的那个家伙哦，那个我们李登辉总统就有去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当这个总统？为什么？因为他掌握他的军事在他手上，而他又是老国民党的那些军事的将军，所以说，那李登辉他副总统上任的时候，特别问他，我可不可以当这个总统？啊，我可以当，那么我就当，我不能当，你们就另选新军。那当然那时候的这个国防部长啊，是遵从了我们蒋经国前总统的遗愿，所以说就让他顺利的即位。那个时候呢，有传出来啊，这个是一个小道消息啊，这个我没办法验证。只有是说那时候是这个讲座美玲就是说啊，那么现在国家逢危难之时啊，然后他就安排一些人事的异动，还有政府的一些结构的处理，然后送到总统府去，那希望新总统能够听他的话，来去安顿好国家。但是呢，新总统啊觉得是说你军方已经稳定了，那目前的国家机器也在我手上，这2个方案在一起呢，我决定我还是会尊重你这个讲座美玲啊，你这个总统夫人的意见。但是呢，我尊重你，但是我不会去执行。所以说，我们就看到那个讲座美玲没多久，他就飞到美国去了，啊，跑了。哎，不跑的话，你等被清算嘛，对不对？所以说啊，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看到啊，就即使是李登辉前总统，他即使想做什么啊，他也要必须尊重军方的决定。那军方你必须完全国家化，那么这样才不会有内乱。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状况，你尹锡悦你没有这个实力，你也没有这个能力，然后你要去进行的这样子的戒严啊，其实真的是说，他活在他自己世界里面是这样。当然呢，在对韩国而言呢，他们觉得是说这个尹锡悦就是一个恶心的蟾蜍。那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是说这个通戳敌干，就是我们台湾躺着也中枪。为什么呢？躺着也中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执政党啊，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蛀虫。那些蛀虫呢，就是说，哎呀，我们应该这个看到韩国这个伟大的进步啊，或怎么样的，反正就是他发的文啊，我没看到了啊，就是传出来他是挺这个韩国的戒严的。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现在权力抓不牢，所以说他觉得戒严是一个方法，那是一个选项，所以说呢，他就跑去挺这个，直接就挺韩国的的戒严令。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说政治这个东西啊，尤其是到国际外交上面的时候啊，
你要让子弹飞一下，你不能看到黑影就开枪。而在台湾呢，你给一些那个老百姓啊，不要说渔民百姓啊，我讲错话，那一些老百姓啊，你可能说 A 就 A，说 B 就 B，你可以操作人家的想法，对不对？但是国际的政治上，尤其是外交啊，你都让子弹飞，这飞出来啊，你不是说你3天5天就可以去下个结论。有时候这个子弹风向一出来啊，你不等几个月哦，那个其他国家是不会特别去站队。为什么？因为外交上面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在你不知道状况之下，你最好的做法就是你什么都不说啊。这个是一个外交，因为老师的贵课有一些是做外交体系的，他们就跟老师分享，就是你做这些情报收集啊，还有一些现场的状况啊，你必须要收回来你所有的眼线探子，还有你一些概念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说啊，我整理出来的结果，然后赶快回报给总统或者回报给领导人，让他们知道说现在状况是怎么样。但是你什么都还没做的状况之下，你去讲这些事情啊，通常是很危险的啊，通常真的是很危险，你会抓不清楚现状，然后呢，你可能做一些错的事情。那么我们台湾就不好意思，中华民国就做了一个坏的示范。所以说啊，人家说啊，发文的不是国民党吗？因为国民党是之前戒严的政党嘛，那现在变成民进党啊，民进党是从戒严状况之下起来的，他们就说呢，怎么样呢？就像蝌蚪忘了当年，就是蝌蚪忘了当年，这是韩国的舆论了。但是韩国舆论能不能影响我们？当然也是不会了啊，这个是各自的看法嘛。所以说啊，就变成是说，在韩国目前的里面的状况啊，就跟外面的状况就产生两截了。就是说，包含美国的副国务卿啊，叫做康贝尔，他就说啊，这是严重误判，而且是很有问题，而且是非法的决定。就是美国认为韩国是非法的决定，但是尹锡悦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总统职权宣布戒严，只是他的戒严失败而已。我们不能说他非法，因为他的法就是总统有这个职权，我可以宣布戒严，但是你必须要国会跟军方的支持，这个是第2个要件跟第3要件。但是戒严的权利的确是在总统上面是没有错，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美国讲这些话呀，还是在于是说他是一个怎么样呢？管理这个韩国国土的真正的宗主国啊，他的想法是这个样子。所以在12月3号的时候啊，美国、英国就把韩国列为超旅行危险国家啊。那这个东西也包含瑞典啊，瑞典的首相也推迟了，是说在上个礼拜啊，他本来要去韩国访问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弹劾已经没有办法通过的状况，那他们现在要进行什么呢？当然就是进行了权力的交接，还有就是说跟尹锡悦谈判啊，那你要负起什么责任？然后呢，换取你的下台，然后呢，我们以后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好处？所以说啊，现在有人说，现在一个支持度不到20%的总统啊，你以戒严去做政治豪赌，那这个是一个很冒险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即使啊，这个在其他地方所出来，就是说，即使啊，你这个尹锡悦啊，你没有进入青瓦台啊，你把总统府搬到他们的龙山，那青瓦台变成一个观光胜地，但是呢，你青瓦台主座啊，你还是没有消除，因为你做这个戒严，那当然你的国会可能就来弹劾你可能用内乱罪啊之类等等的或叛乱罪，把总统给弹劾掉啊，这个是未来其实比较难，因为你弹劾第一次没有过，你后面要再起这个诉讼是难的。但是为了地方选举啊，其实韩国的执政党应该还是会跟尹锡悦去交换条件，换取你下台之后啊，你可能坐几年牢，然后呢，以后怎么把你安排到很远很远发而未的地方，让你安度余生。那这个可能是他们现在在争取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啊，老师在礼拜3就各位分享一下那个命令名人堂的时候，跟各位讲是说，我们要看他能不能撑到立春啊，能够撑到立春了，这个事就可以比较影响比较小。如果他撑不到立春了，他就已经完蛋了哦。现在还有2个月的时间，如果撑不到立春了，那他下场就会比较糟糕一点了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所以从韩国来看呢，有人问说台湾会不会进行戒严呢？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啊，那是比较难的，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现在如果有意图要进行我们国体跟制度的改变，那像从韩国的立场来看呢，基本上是很难达到的。比如说呢，我们台湾有一些什么熊猫部队啊，我没说谁我不知道，好像有熊猫部队什么的哦，他们想要进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变更的时候啊，其实韩国就变成他们的前车之鉴，因为除非你把国军你真正的国家的力量来去用到你自己的身边，也包含了所有县市首长，还有你地方的一些警政单位。都是你的人，那么你要进行戒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派军队去你的那些大街小巷去驻守，还有你的这个兵丁一些军警啊，你警察一些公安单位啊，也必须在严查，这个晚上有没有人来出来，这个事情你才能够达成。所以说你要去
改变你自己政体的时候啊，你就必须把军队牢牢抓在手上。你靠一些熊猫部队那个是没有用的啊，熊猫部队毕竟它只是一个夏令营，它什么都干不到，因为你没有武器啊，是不是？你有机枪吗？你不能有机枪啊，你有那个拔蜡吗？哎，像你讲拔蜡那个拔蜡吗？你也没有，你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基本上你是改变不了。既然改变不了，那么他会做什么其他的事情？这就真的很难讲了，因为毕竟现在我们的立法院啊，多数也不是执政党。说执政党在这4年真的想做什么事情，他觉得一个办法可以变，就什么样呢？把对手罢免超过低至这个议会的1/3啊，那么他有2/3补选都上了，那么他才可以宣布戒严或宣布这个把他的所有国家机器啊跟议会机器全部在手里面，那这才能够做到，就连之前都没办法做到，所以你现在要做到才有办法。各位你要去了解这件事情，所以说现在变成是说。他不断的兴起罢免啊，把立委一直不断罢免掉，至少罢免几十个吧，20-30个吧。好，那之后他们再补选，而且都他们赢，那这个东西你才能够改变你自己的政体的机会。但是最后的状况啊，大概也是跟韩国差不多，因为你外部没有支持的力量，你内部也没有统合好你的民心的意志，到最后你的军队会不会阵前倒戈，这都很难说。说其实台湾只有一个道路，就是我们只有被统一。其实你要自己去改变，然后得到你想要的状况之下，现在几乎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了，好吗？啊，这个东西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好，稍微看一个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我们就讲一下叙利亚，好吗？叙利亚。那个北韩会不会趁机啊？北韩没有实力进攻南韩哦。各位可能就有些人去看到其他频道主在讲这些事情哦。我告诉你，北韩它的军事实力是打不赢南韩的。他炸掉那个桥跟铁路，就是为了避免南韩打过来，不是他自己打过去，好吧？北韩没有能力靠的核武以外的条件，让他们军事力可以打下南韩，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以前做不到，现在也做不到。韩战就是这样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以前他做不到，现在也做不到，因为南韩的武器啊，它是取自于这些美国给他的一些先进武器，还有美军的基地，它是在南韩的，所以是说他们跟北韩的战斗力啊，那不是一个急剧的，哪怕北韩的3个人换你一个，好，那你还是会输，因为他们的武器跟他们的训练啊，基本上还有他们粮食啊、军备啊、经济啊。各种的状况，你打内陆战，而且又是内乱战的内陆战，那南韩它的国力是绝对高于朝鲜啊，大韩民国一定高于朝鲜，所以说朝鲜它只能说什么宣布为敌对国，他们不是内乱变成战争，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实力不可能去统一南韩啊，不可能统一这个大韩民国，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只要美军在的一天，他就没办法做到。美军不在了，那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武器，北韩也是没有能力去做。北韩如果真的想要赤化，哦，就是把它变成红色的啊，红色政权所领导的，那么唯一他最需要的一定是俄罗斯的帮忙。但是俄罗斯会不会去帮助北韩去打掉、消灭掉大韩民国呢？即使会，中国也不会同意。为什么？因为维持到两韩之间好这样对立之势啊，哦，那要让南韩太好也不行，那北韩太弱也不行，哦，这两边变成一个纠结处啊，对于中国来讲，它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因为。如果南韩都变成了北韩都变赤化的状况之下，那他的实力就去增加了。一增加了，你小弟的力量已经变成有实力了哦，你已经变成铜锣湾扛把子了。所以说你就不容易听到你总堂的话。那现在都已经不太听话了，更别说以后。那加上你现在俄罗斯对于北韩的去示好，被朝鲜的示好，那也是暂时性的，因为现在俄罗斯是需要朝鲜他们的士兵还有他们的工业能力，帮他制造一些军火弹药，但是。这战争我们等会谈到，一定会结束。然后这个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到了尾声了。老师相信我的预测不会错太远，好，可能时间会有点差别，但是不会差太远。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朝鲜能够在俄罗斯那边拿到多少好处，那是很有限的，因为毕竟俄罗斯也不希望让朝鲜变成越来越强大，强大到他无法控制。所以说，加上那个朝鲜里面啊，他自己的农商工业也是很弱，所以说你没有内部的力量，你即使武力再强，那也是没有用的。啊，如果你经济很强，武力很弱，那也是不行啊。这个我们会讲一些历史故事跟各位去讨论，说这个北韩要去打那个是很难的哦。那个北韩他只能归缩他自己地方，他自己没被人家消灭掉，那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就已经感谢上帝了，好吗？这个各位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状况，我们要看到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南韩，然后不是看南韩，我们要看到是什么？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叙利亚。叙利亚这件事情啊，各位一定要去了解，叙利亚这件事情不是叙利亚的问题，
好，很多朋友问老师说，叙利亚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什么样的状态？各位，叙利亚的问题，它绝对不是只有叙利亚，因为叙利亚它的阿塞德州的一个政府啊，它的背后是谁？背后是俄罗斯哦，是伊朗啊、是这些，还有那些他们自己的什叶派，他们这些力量合在一起，然后来去统治的叙利亚。那么今天可以把它打下来的背后的是谁呢？好像是什么姆嘛，山姆什么联盟的，然后就是他们的一个反抗军。反抗军他只是打下了大马士革，他只是逼退了阿塞德的政府，但是他没有办法统一整个叙利亚，这个是有差别的。叙利亚它这么多的地方，好，它的土地也是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你这些反抗军只是各众多军阀的其中一支。这一支它后面是谁？它这一支是长期受到 America 还有那个 Israel 他们所支持的这些资源跟装备，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它背后有这些的力量，让他去打下这个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那只是把大马士革的那个原来领袖驱逐掉，不代表是说你整个叙利亚都在这个组织底下。你像那个谁，阿富汗啊，他塔利班政府已经变成执政党，但是塔利班他没办法管理好全部的阿富汗。哦，各位，这个其实跟我们中国传统思想是不一样的。他们攻陷了首都，但是他们整个地方好都还不是说一个政府去管的。好，像印度，好，印度里面就50多种语言，而且它的南北的所有的一些家族势力跟地方势力都叫印度，但是他们不见得会听你莫迪去管。啊，这个就是可能在华人圈以外的地方，你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怎么会一个国家里面还有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还不管你的首都，给你下了什么指令，他只管他自己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呢，土皇帝在他现在的还是诸侯国。那叙利亚也是一样，它的背后就是这些那个以色列跟那个 America 世界的民主的灯塔。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哈，他们只能说我解放了大马士革，他们也基本上也是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德族之间的互相的角力。那这个意思是为什么呢？意思当然就是代理人战争，因为你现在加沙地方你基本上得不到什么消息啊，各位。加沙的战争啊，我们现在得不到消息，不是那边打完了，而是他那边把消息完全封锁了，让你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地方到底要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些一般人，各位你去看，无论你是在油管或者在其他地方去看，基本上你现在很难去得到这个在巴勒斯坦上战争的更进一步消息，因为它封锁是非常非常非常之严密，严密到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又杀了多少人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战斗在哪里？所以他们现在要做是就另外一个代理人战争，就是把你后面要去给你的这些支持力量或者是一些反对力量，把它搅得更乱，那你们没有办法去怎么样，没有办法去做统一的阵线啊。毕竟那个地方你还是回教国家嘛，你这个穆斯林国家，你穆斯林国家基本上你一乱，那就是会引起到很多很多的纠纷。所以说，像伊朗他没有实力、没有能力啊，再去顾这个叙利亚的政府军。那当然，你像俄罗斯，他也是忙的是什么？忙的要去顾好他这个在乌俄之战的一个战场。再加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个叙利亚那边呢、它是有俄罗斯的海军基地，所以是说啊，就基本上它不可能让你在那个地方很稳定，它也要在那个地方，无论是围点打援，或是声东击西，或是围魏救赵，各种的战略就从那个地方去出现。所以说我们在看叙利亚的时候，它并不是它的内战，它自己的地方势力跟他们的政府军之间的争执到底是几十年多久，而是在于是说他们背后的势力需要叙利亚做成代理人战争。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叙利亚它的结果是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台面上这些已经在打仗的国家，他们的小弟又要再出来，我们打了一个场外赛，啊，在旁边插花打个场外赛，但这个场外赛又包含了你有领海的问题啊，你在海战上面的一些补给、运输跟安全性的问题，所以说啊，就变成整个世界跟我们的标题是一样，它是一个乱字来去形容的。而这个乱啊，乱在哪里？乱在人心思变啊！这个我们在看那个《三国志》就说得好啊，世界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这个事情还真的体现到我们现在当下所处于的这个时间的维度里面。我们一直听过一句话，就是什么呢？这个和平是一个历史性的偶然。说这个话听起来有点无奈啊，就说岳校老师我这个70后的80后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刚开始和平的时代，我们就一直觉得和平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事实上，和平并不是所谓的理所当然，它只在漫长的战争史里面，我们出现一段时间的和平，然后那个时候百姓安居乐业，然后富不过三代，然后又开始打仗了。
对不对？那真的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那至于说有人说美国会不会内战，这个状况还是会有，即使特朗普他已经胜选了，但是他会不会产生了崩溃跟内战的问题呢？其实跟各位讲啊，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哦，它还是会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去点燃。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他叫沙姆解放组织啊。所以说他就变成是说他在后面去给他去支持他，让他没有办法，就是阿萨德没有办法去抵抗他啊，因为他们后继无援了。所以说变成是说你的整张紧张情势升高状况之外啊，你中东这个地方产生之外，另一个角度我们要看到其他地方也要去出事，包含哪个地方呢？南海。南海现在一定要去出事啊？为什么？因为菲律宾它一定要派一些船舰啊去骚扰中国的领海，让中国也陷入了一些南海紧张里面，不要再把它精神去注作到其他地方。为什么去这么做呢？各位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南海之所以发生事情，叙利亚发生事情，这两个事情都有一个非常偶然的巧合，是在哪里呢？是在中印双方他们撤除了最后两个争议点，也就是说，他们中印两边原来的军事紧张已经各自撤军了。所以当时老师有跟各位讲是说，中国跟印度是打不起来的，原因还是在这里，因为他打起来对两个人一点意义都没有。中国打起来，你要花费的是国力跟战力，那么你放虎出去了，你把这些军事放出去了，那么你后面还要去抚训，还要征兵，然后再重新训练，还有就是说你要面对到了国际上面的一些纠纷，你不好去处理。所以，而且印度也现在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哦，我只是把你们抄家灭族而已，我只是不愿意让你们印度赚印度花哦，你们赚来我来花，哎，除了这个之外，我也没什么错嘛，对不对？像俄罗斯，对不对？你赚了我们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卢布。哦，那我不让你们汇走而已嘛，我也不让你花这个钱嘛。你有钱没错，我不让你花嘛，你只能存在银行里面嘛。我有什么错，对不对？那个 OPPO 我也只是把你们的钱全部没收而已啊，我有什么错？我什么错都没有啊，是不是？你怎么可以说我错呢？是不是？我只是让你们有去无回而已啊，我有什么错呢？但是呢，其他国家觉得有去无回就是你的错啊。那现在看在印度里面产生了一些撤资啊，产生了一些内部的一些争议。比如是说呢，像印度前两个月就在说，你三星啊，你本来就应该怎么样呢？让我们所有在印度的这些工人呢、他个个都要封铁帽子王，个个都要当那个提笼架鸟的那个满军新贵。为什么？因为打螺丝这个职位应该要可以世袭，对不对？爸爸在这里面打螺丝，那你儿子这边打螺丝，那孙子也在这边打螺丝，而且你还不断的调高你的一个待遇，哪怕你三星给他的待遇啊，我们之前讲过，已经是当地市场的最高的状况之外，你还要每年去增加。那这有什么错，对不对？印度政府就是爱民啊，你们外面来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让你们怎么样多吐点血有什么错呢？我印度当然没有错啊，对不对？我世界最强国，是不是？开玩笑，那个中国看我们屁股看到我们印度遥遥领先啊，对不对？印度的高铁世界上最优秀的高铁啊，对不对？这台湾人也认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陆的高铁是没有椅背的、啊，是不是？你连涪陵炸菜都吃不起，茶叶蛋都没有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可以相信呢？讲这个我就觉得有意思是什么呢？前阵子我本来想在抖音上发，但是我觉得实在是我拉不下这个脸，对不对？我们台湾有一个某利的电视台里面去讲一件事情，是说什么呢？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瞎的事情。他竟然去说你山西你山西现在这么冷冷到是说你已经在零下了，那么你们窗户破了怎么办？那你这个没有办法去补你这个窗户，或者你冷到你没有办法去冷到会停电，那个百姓不是在里面很可怜吗？对不对？山西这地方的百姓啊，真的是现在冬天他们怎么过下去啊？真的是我们这些某利的名嘴啊，真的是悲天悯人呐、山西呀、你去担心山西的老百姓，那个冬天没有暖气，他们的墙破了没办法补，窗户破了这个关不起来，然后他们哀寒受冻干什么？山西老抠人聚财，那个也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也不说，我就说山西是一个产煤省，你信不信呢？我就问你信不信呢？他为什么要让自己窗户破了补不起来，然后那个气温零下，然后他没有办法取暖？我就问你为什么？我真的是，我看那个时候我真觉得是说，我的妈呀，这个真的比涪陵榨菜还要夸张的事情，这个事情也可以发生没有，这额外跟各位湖州的。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中印之间他们的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先不要把那个矛盾去搁置，我们各自去撤军，让你彼此之间呢
释放善意，因为什么呢？他现在希望能够让中国的资本再去进入印度，然后再薅一次羊毛，不，再接受一次投资。然后呢，印度呢里面的就业率跟外资的进驻率能够更高，但是呢，这个其实基本上还是做不到的哦，你只能做到相安无事。你要再骗中国的厂商再去印度去制厂，我告诉你傻了，跟你开玩笑了，对不对？真格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一朝被蛇咬，3年怕井绳，怎么可能还在去呢？是不是？对，怎么可能再去呢？是不是？你去就被你抄家了，对不对？这差没有九族连连乐，就九族消消乐了。你其他地方你去就完蛋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你在国际战争非常的紧绷，那尤其是美国跟欧洲，他们必须释放出很多的资源来去维持这个战场的运作。那么你就不能放任亚洲这么样的和平。所以说，亚洲它包含了菲律宾的正副总统的争权夺利，南海的主权争议，然后也包含了韩国，也包含了叙利亚。在这些国家里面呢，就必须生出来一些纠纷，让中国必须去什么都要去关注，对他们来讲才是有用的。所以台湾在未来的1-2年时间里面呢，会变成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因为菲律宾他在乱，他也会知道我生意可以很大，但是我实质上的事情我不能去犯。因为你那个杜特地他的家族已经放话出来，他们要去取得下一次的政权，那就很简单一件事，杜特地就是不反中嘛，对不对？他就反而是有点轻中的，他知道我就打不过，他自己讲过，他当总统都讲过了，我根本打不过中国，你要我去跟中国撞，我凭什么？对不对？我根本不够他打的，我干什么？我说白了，他台湾之前的海军都打不过了，那你打中国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所以说他必须要让那边去乱啊，乱的状况之下，那么对于中国来讲，他才能够在海军去纷扰啊，或各种办法去做。那印度现在不出了，那印度未来可能也会出事，台湾可能会出事，印度可能也会出事。这个未来我们在亚洲啊，一定会出现在周边国家一些混乱。只是韩国先起来了，但是呢，日本你要各位去注意，石破茂他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石破茂可能他本来也想做戒严，但是他可能也做不到了哦，这个他可能也差不多快下台了，状况是比较多的哈，这个问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叙利亚或在韩国的状况之下，它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的，他们实际上只有那件事的事情，而是外部有很多的因素来决定他们必须要进行混乱，因为他们不进行混乱，亚洲发展的就太好了，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好吗？好，看各位什么问题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台湾戒严好像不会哈，台湾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哈，台湾没有这个能力做戒严了，放心啊，这个之前。你说在之前，蔡英文总统时代还有机会，但是现在没有机会了。蔡英文那个时候也没机会，你立委数也不够啊，说台湾是不大可能戒严，好不好？大家晚上好哈。中国大陆未来经济怎么样哈？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些事情哈，我们尽量把它讲完。觉得经济的事情其实老师还是比较想经济这件事情的，只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在于是说你国际的局势混乱，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的状况啊，不是只有眼前的事情，而是在后面的一个事情，好吗？而下来我们看看乌俄之战了。乌俄之战这个东西是比较重头戏哈，因为乌俄之战啊，它里面带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俄罗斯它的一个实力。那现在俄罗斯已经轰炸了他们在扎波罗热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能源地方，所以说乌克兰现在能源是非常短缺了，现在已经是进入他们的寒冬了，对不对？你12月已经是寒冬了。所以他们电力短缺啊，已经向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跟摩尔多瓦提供援助，然后让他们可以有电可以去用，然后也呼吁这个乌克兰的国民啊，你不要使用高功率的电器哦，不要使用高就是说你就不能洗热水澡啊，不要吹风机之类的意思啊，高功率电器最好不要用，还有地暖之类的东西啊，最好是不要用会比较好。但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天然气啊，它是乌克兰啊，它本来还是有让那个俄罗斯的天然气啊通过乌克兰，然后送到这个欧洲国家，在他们那一条的线面，好像北溪1号吧。就是往乌克兰那个地方借道过去，但是呢，现在那个乌克兰他们是希望他们打算是在那个接下来这个月的2025年1月1号要停止俄罗斯的天然气过境运输。那这个事情啊，其实会不会真的达成，老师抱持了一个问号，因为你就损及欧洲的利益。那当然，乌克兰是希望借此向欧洲去施压，就是说你不挺我，那我就不让天然气过去，我让俄罗斯赚不到钱啊，我自己也饿死，然后呢，你们也没天然气可以用，我们进行一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的状况去如何？但是呢，你要叫这个板啊，前提是必须在于是说。你自己是有这个实力做到这件事情的，就跟尹锡悦是一样的。你这个泽伦斯基，你有没有这个实力，然后关掉这个管线，然后让欧洲的能源又上涨一大幅？这个是一个抱持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这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看到更之前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北约他们之前有说过要派10万大军进入乌克兰，然后来由4国去共管乌克兰？其实这个问题大概他们已经得到情报，就是泽连斯基可能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派10万大军进去帮助你管理你的国家。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为什么管理你的国家呢？因为你屁股下面有一条北溪1号有一条那个俄罗斯的管线，那这个地方可以我们让我们人员可以获得一定的补足。那你现在拿这个来要挟我？那么我就派10万大军去什么？去帮忙你去理解一下你自己是什么身份跟地位，那你自己能不能了解啊？你自己是不是可以关那个开关？那这就是赞成的是说，北约他为什么派10万东西进去？那这个地方也有可能他的状况之一啊。看事情永远不是事情的当下这件事情，所以说那泽连斯基啊，他也愿意是说用领土去换北约的安保。安保意思是什么呢？安全保护，他不是加入北约。跟加入北约是两回事。各位看到安保2个字是安全保护，安全保护就是说北约的人你来保护我就好了，但是我不是北约的成员，你们的军队来保护我不然我不要被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呢，我不要被俄罗斯进一步的进逼。所以现在就很简单一件事情什么呢？因为人家是就说俄罗斯他打到现在他没有进行要和谈的空间，因为我不需要和谈。这个我们前2个礼拜所讲到一件事，俄罗斯我不需要和谈，我就直接往前推进，我推到哪里算哪里。因为现在俄罗斯占领区归谁管，那么已经成了一个问号了。那当然泽连斯基就说，那么你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啊，可以让那个居民公投决定你要回到乌克兰还是要归给俄罗斯。但是呢，你要让居民公投，前提的条件就是俄罗斯已经撤军了，乌克兰政府进去来举办这个公投，但这公投才有效。你不是说被俄罗斯占领状况之下，俄罗斯的士兵也在那个地方，然后你举办公投，然后大家都会同意，不可能。因为像顿内茨克、卢甘斯克，他们就投了票，公投要加入在联合国，加入在那个俄罗斯的那个联邦里面这个是无效的。为什么？因为顿内茨克、卢甘斯克当时办公投的时候，你既不用提供身份证你也不用什么都不用，你就能过去说我要支持投票支持上面无记名投票，那我要支持回到俄罗斯这个当然是没有人会同意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身份证，你不用身份验证，你就要去签名过了，投票的过了。所以公投这些事情基本上也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占领了就占领了，我没有必要跟你谈，我跟你谈个毛呢？是不是？你以为你是什么那个春秋五霸吗？我干嘛跟你谈呢？我就不想要去理你这件事情啊。所以说怎么在哪里开始停火泽连斯基现在已经没有招了，说白他没有招了，他只能够说什么呢？我只能够是说你们只要愿意提供保护，那我就算了就只能是这样。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而这另外一个方面就会谈到是说有人是说俄罗斯现在已经是就是弹尽粮绝了还是很多人认为是这件回事。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上礼拜所提到的，俄罗斯跑去夜店抓男人，还有就是说你去什么，你免除你这个1000万卢布的债务大概台币大概是300多万吧。那你就可以是什么呢？就当兵1年就可以了在乌克兰驻守1年就可以了，我就免除你的债务，然后开始拉夫，然后开始去填士兵往前去推。所以说美国就是说那个俄罗斯伤亡已经达到12万多人了12万多人那你打下你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占地，也2000多公里没有很多那个真的是没有很多那真的是没有太多。所以是说你每1公里你可能损失这个40-50个俄罗斯的士兵。那所以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必须再增加了大概至少要5万人新兵你才能够保持现在的军力规模。这个事情其实跟台海之间是有一样的一个逻辑的，各位。俄罗斯的确是缺兵，这个是事实的，因为他打下了乌克兰领土这么多，你打下来的你要守是很难守的，防守你必须比进攻方多5倍的军力这个是很实在的，这个老师没有夸大。进攻的你只要打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就往前冲就可以了，你有弹药，你有粮草，你就往前冲就对了，是不是？但是防守不一样。防守你要5倍于你对方进攻的力量，你才能够防守得住。所以说俄罗斯它一定是缺兵，但是这就跟台湾讲的一样，是不是？你要怎么防御中共的武统呢？对不对？你他们的什么围岛什么东西的打不下来，那是因为美国跟台湾都是以什么为标准？以中国的东部战区作为标准。中国有5大战区，我们就不要讲其他地方了，就光东部战区就已经可以跟美国打得鱼死网破了。但是他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兵力全部放到打台湾，这也不可能嘛。而俄罗斯也是一样，俄罗斯到夜店去唱卡拉 OK 的人，去蹦迪的人，去给你去拉过来，看你年龄到了就给你征兵。
那是它的南部战区。俄罗斯也是有4大战区，所以说他只是南部战区的人，他现在这征兵有困难，不是在其他的战区都是没有利的，好，他只有南部战区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俄罗斯他能不能去干扰日本，可不可以干扰韩国他们的国安的问题，那是还是有能力的。所以说为什么俄罗斯还可以去参加中东上面的一些纠纷，也包含这次叙利亚他鞭长莫及，所以他阿萨德不经打被打掉了，是不是？那是因为俄罗斯它这么多战区，它不是只专注在乌俄之战，乌俄之战这里面目前还是以南部战区为首，所以它还有其他的战区，它不可能全国的兵力都去打乌克兰，全国兵力都去打乌克兰，那开玩笑，那不是其他人打你去偷你的塔不就好了吗？那当然是做不到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乌俄之战到现在为止啊，俄罗斯占的优势啊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它其他地方不能调兵，因为它防守它这么大，全世界最大国家的领土。但是乌克兰战场上面，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制高点，你没有必要去说现在我要跟你谈什么事情，他打到哪里就算哪里，他根本就不着急着跟你谈，他就是你越晚谈，我打得越过去。所以说现在的那个联合国，他们不是联合国，就变成北约的安保是跟泽连斯基去谈。其实泽连斯基意思就很简单，你来管理乌克兰剩下的领土，你们要拿什么乌克兰什么东西都无所谓。重要问题不是你们安不安保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让我跟我的党徒可以顺利的脱身。其实泽连斯基现在没有达成决议的，就是谁去接受泽连斯基的流亡，问题在这里。但是泽连斯基要流亡，他又不可能自己流走，为什么？因为你的徒子徒孙太多了，你乌克兰上面这些高层这么多人，然后我怎么可能放任你一个人，然后你投降，然后你跑了，而留我现在已经面对乌克兰现在未来你要被清算的，你贪污的，然后你战败的，你各种状况的，还有你事后的维修的，还有一个八国联军进来的，要共管乌克兰的人，那我什么都没有，就你拿了钱，你能跑了，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包含了是说那个。包含俄罗斯也说啊，你俄罗斯你现在没有，你在那个俄罗斯对乌克兰战场上面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就是说你要么就是流亡海外，要么你就被抓起来处死，就这么简单。好，这个就变成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地方可以去解决，所以乌克兰战场在这个月我相信会有很长足的一个进展。好，该划到界限的一定要划界限，你不划界限的，那你那些欧盟跟北约国家啊，除了美国以外，都会非常紧张。为什么？因为你一往过去推啊，你只要推到了基辅啊，那个乌克兰它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再去防了啊。这个基本上你后面乌西就变成真的是垃圾时间了。好，那打不打都无所谓，但是你再不让俄罗斯停下来，基辅真的会被俄罗斯所吃掉。各位去理解一件事情，俄罗斯到现在它还是特别军事行动。它还没有进行到国际型的战争。按照俄罗斯，如果它要打的是国际型战争，而不是打的是内部型的战争的话，那么俄罗斯早就已经把基辅炸成了废墟了。它有这个实力，但是它不能这么做，因为你不能只要有焦土，你还要土地上的建筑物，你还有上面的人民百姓、政府单位，你不能只有这个土地啊，只有土地你还要去守，你不好守啊，就连废墟都没有了，那你怎么守？所以俄罗斯现在打到现在，他还是以他们内乱的方法去面对这个战争，说都是特别军事行动，但是他没有说他对乌克兰宣战，这叫特别军事行动。实际上，虽然真的是战争，但是他们的程度是有差很大的，差非常大啊，不然的话你真的打过去，几乎早就废墟了。他有这个彗星撞地球的那个真果树的导弹，真要打你啊，你不是打一个去你示范而已，他真的买10发直接打你基辅里面。几乎就毁半了。各位你要知道他的实力在这个地方，俄罗斯怎么会输呢？现在有真果了，发10发，我不要说多，10枚就可以了。你不要说来20-30枚哦，10枚哦，10枚，俄罗斯是有办法打出来的哦。你说再多可能有困难，10枚真果这有没有办法打出来？那真果树是一定打得出来，10枚真果树打到基辅里面，你防不住，而且你一定完蛋，100%完蛋。因为那个就是彗星撞地球的威力了，它只是要不要用比较高磅数的子弹这个炸药而已，或者有没有核弹而已，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到哪里算哪里，那你再晚我就不好意思，几乎我只能笑纳了，好，那就恢复原来的一个苏联的一个大影响力就会出现了啊。不要小看乌克兰被吃掉，乌克兰吃掉一半了，那个苏联的过去的
这个强盛的一些未来啊，就有可能会来到。那会让波兰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从苏联里面出来的人，真的是会笑他们闪尿哦，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啊，这个梅克尔他也说啊，这个中国啊，这算是这次做了好事了，因为真的要做的时候啊，俄罗斯早就可以打核战了，那只是呢中国反对，所以是说啊，那才能到现在还没有什么问题哦。这个其实外交之间就是这样哦，外交之间就是你有其他人再去顶的时候，你不能做特别的事情去做。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现在也有是说你现在北溪2号的管线呢、啊，有人说是乌克兰炸的，我还是不相信啦。乌克兰其实没有这个能力去炸北溪2号了，以他们的实力来讲是做不到的。哦，你真的去炸北溪2号，你还是必须后面你老子有没有办法去帮你炸？他没帮忙你是炸不掉的。所以现在呢，一步一步你切香肠的状况之下，你只能把所有的罪、所有的过全部推在责任司机身上，那么这个事情才能够有善良，不然的话。你没有战犯，你要谁要去负责？对，都得去负责的，好吗？哦，好，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赶快讲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啊，经济层面其实是我们特别想去讲的，好吗？好，感谢对方赞助，感谢对方赞助，感谢大家的赞助哈。这个大家感谢各位每个礼拜哈都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好不好？我的直播可能没有其他人精彩，但是老师尽力啊，提供老师最好的。那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啊，我们老师会有留言已经开始交案了啦，好，老师已经提到在12月6号的时候已经开始交案了。那这次交案了，当然会陆续开始交了。那我们还是一样说哈，下礼拜就是12月10号的时候，我们会公布我们点灯的日期，好吧？点灯日期跟报名的连结，因为应该吧，应该是12月10号，晚一点可能12月13了，但是10到13我一定会公布，好吗？好，我们刚讲下去了，不然真讲不完了哈。现在讲了一半了，结果时间剩不到一半。好，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拜登他自己已经把他自己的儿子杭特就是他二儿子杭特拜登直接把他特赦了啊。特赦状况之下，其实连民主党自己的媒体也觉得说，你这不应该你凭什么去特赦你自己儿子犯罪呢？当然，这也是因为拜登这次输太惨了，所以他特赦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压力了，因为我都输这么惨了，对不对？无论如何，其他事情2年以后再谈，2年以后我都变成灰了也说不定，是不是？我不如我现在先把我儿子保起来，老大嗝屁了，那你老二再来想办法留下来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变成是说，拜登他现在对内的这个政令啊，他已经能做的不多了，所以他最后能够做大概就特赦他自己儿子，因为其他事情啊，你的参议院、众议院也不会去理他，因为毕竟你已经选输了嘛。那他自己的政府机器也就怀疑是说，你现在能够做的事情真的算数吗？因为现在离他卸任啊，大概也就1个月的时间，倒数30天了，是不是？他现在辞职贺锦丽上来也只能当20天的总统，也没个毛用。所以他只能做这些事情哦。现在拜登他就只能把一时春水搞乱，然后搞得越乱越好，乱到是说乱承诺啊、乱发言啊，然后是乱做一些私底下的一些来 checky 的东西啊，他才能够对他去好。但现在关系是在川普手上。川普他现在一直不但是说，哎，你要对这些加拿大或者是在墨西哥增加更多的一个关税，也包含他这次拍了一张照就遥望的那个加拿大。好，遥望加拿大就是说，嘿，他是不是想把加拿大去吃回到美国，变他们其中之一的州哦？其实我觉得特朗普还蛮有趣的哈。你去站在山巅上面去仰望加拿大，还插一个加拿大的国旗，这张图有版权老师不能放出来，应该不算版权吧？我应该把它放出来，因为是那个川普总统的 Twitter， 也不知道 Twitter 就 X 上面所做的。他如果特朗普如果真的去认真去了解那个现在加拿大都是印度人的翔，我想他应该不会要了吧？因为他移民问题现在在加拿大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非常严重，状况之下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状况的时候就发现川普如果他真的去想不断的去增加这个关税的状况那么包含了纽约的联准银行就是说，如果按照川普过去的关税政策，对美国的经济伤害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因为纽约联邦银行联邦准备银行他们很多的联准会各大联准会都有不是只有一个联准会。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川普在2018到2019对中国超征那什么课征对于3000亿美元的进口关税10到50%政府关税就让美国已经股市跌了11.5%就是他第一次对中美贸易战进行的这个关税的征收就让美国股市跌了11.5%之外，上市公司它也蒸发了4.1兆美元4.1兆美元。所以说有人会说，老师，你之前说你不要投资那些虚拟货币，然后现在比特币涨了超过10万美元以上了老师你又乱讲话。
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比特币它这东西是没有法偿效应的，我不能跟你建议说你要去买这个，因为你有可能现在赚的盆满钵满，但是你有可能明天你就变成血本无归哦。我身为一个老师，我不能随便跟你讲这些话。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是在他第一次的中美贸易战啊进行这些关税的加征，但实际上让美国的上市公司的市值是蒸发了4.1兆美元，这是远远高过于他从中国征来这些税收的一些金额啊，它的蒸发，它损失的是比它得到的还要来的多。你伤敌1000，自损2000啊，应该这么讲，自损4000的，差不多等于自损4000的，是不是？在这个状况之下，没有什么太多的用途，所以说就会让那些投资人他们把他们自己的钱啊，尽量的往外去移，为什么？那我比如说移到一些比较，比如说到新加坡啊，到香港，或是做其他的的一些资产配置啊，或者是说他们尽量把它买来公债，好等等之类的，让他们不要让资金受到市场上的波动太多，因为你放到股市里面或放到投资一些机构里面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现在变成说美国经济会不会好？以特朗普做事的模式来看，他一定会做一些政策来尽量的做惠民动作，因为他要做到我立刻马上有效你们有感的事情，所以我不能够实际告诉你他做什么政策，但是实际上他让你感觉到哦，我日子变好了，哪怕只是像甚至是打一个鸡血一样，好像感觉变好，但实质上它没有变好的状况。比如说老师刚才讲到的，好，他的宣布关税的时候，美国市值共跌11.5%，4.1兆美元的消失，但是它增加了这么多关税，美国应该有好处，但是为什么长期以来都没有好处？也包含拜登政府在这4年里面，他延续了川普的政策，但是他自己本身的经济并没有拉抬起来，而且包含高通膨，把高通膨拉回来。现在我们看到感恩节那些火鸡大餐，那些只有火鸡便宜的，但是你的番茄酱、那些孜然粉什么等等之类的东西，原物料是涨的。你只有让火鸡价格下来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百姓就是没有钱再去添购了这么多的用品，所以我们之前一直跟各位去讲，美国的经济你不能只看它的利率，你要看实质的购买率在哪个地方。如果你工资提高了，但是你的物价也提高了，但是大家看起来好像都有钱了，但实际上他钱就是不够花，那就不够花。好，前阵子啊，老师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老师有一个亲戚啊，在上次在家族聚会的时候啊，好很年轻的啊，很年轻的一个后辈，他说啊，他希望能够去美国啊去念博士班。我说念博士班哦，你可能有点困难，除非是说我们家族啊有人是美国人啊，而且你还是依亲啊，叫你爸娶一个美国人可能还可以，不然实质上来看，你要去美国念一个博士，你没有准备一个应该讲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吧？你没有准备一个1000万台币啊，你是没有办法念到博士班的。1000万台币我已经算少了，1000万台币大概只有240万人民币哦，240万人民币你是不够在美国养一个博士班啊，到你毕业这个状况，它是很费钱的。所以说你一个人你在美国，你光你自己活下来，不要房租，你大概就需要1500块美金了，光活下来我吃饭而已哦。就1500块美金了哦，活下来的生活所需，因为你要开车也有税金，你自己的保险，你在美国不买保险，你要变什么？你又不是只能领白卡，你又不能跟那个谁一样，跟那个甜甜圈一样，对不对？背痛被收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你要去有办法还嘛？你没办法，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是说，你现在百姓的收入涨了没错，但是实质上它的物价涨到你已经没办法用你的收入去 cover 的时候，你现在在涨关税，那么未来我们就可以知道，美国的物价会持续的往上涨，但是它又把你的收入也往上涨，它就变成一个很诡异的状态，就是你都有钱，但是你一直过得不好，但是你实质上你又不能够说国家没有让你有钱，因为你钱的确在你手上了，你领的绝对比你10年前还来的多了，只是你过得会比10年前还要来的差，这样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但问题不是在这里，问题就是在于是说你什么都多了啊，你有钱了，但是你买不到东西，然后呢，你发现你跟其他国家的币值越差越大。好，比如说这一次你再加关税的话，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是怎么样呢？它的那个中国的汇率啊，就是可能会受到10%的贬值啊，中国的人民币可能面临到10%的贬值啊，包含它的一些金融制裁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那中国贬值了10%，那也相对于是说中国的国力也会打了9折的这么样的影响，这个是实质上是这样看是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中国它现在这么多人民币散在国外，而他们跟其他国家如果进行的一带一路或者是一些经贸合作，他们有些时候用的是人民币的本币交易，它就不需要受到你这些汇率的影响，因为我就是用人民币交易，因为我买东西我也可以用人民币交易，是不是？那我跟你买你的东西，那我用人民币给你买，但是你要付给我的钱跟我买的一些设备无论是汽车或者任何东西，那么你也可以用人民币。当大家都是用本币交易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人民币它所受到的被美国所制裁的这些币值贬值，它的影响就很有限，因为怎么样你都是自己的钱去换自己的钱，影响力是有限的。这个可能很难理解，但我们实际上来看，就像日本发公债，日本发公债，它负债的比率是比美国来的高的，但是没有人会担心日本会经济垮台。那它的国债去背信，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国债没有卖给日本企业以外的人，包含美国都没办法持有日本公债，日本公债只对内销售，所以它就算它的负债比2.5倍以上，它的公债一样不会垮台，因为它是借日元还日元。那还不起我就印给你，是不是？当然也不会这么干了，但实际上意思就是这样，我只需要把我的日元跟你借来你也没实质借给我，但是你就是买我的公债。然后呢，我再把公债变成日元还给你，我这做一个内部循环，我没有差别。而你今天在美国不一样，我是卖给全世界的人，所以说它的性债比就会有危险。那中国对它人民币来讲，我如果跟你是本币交易，我跟你做一些或是以物易物的，比如说跟阿根廷这样子，我以物易物的方法去做，那么你汇率能够对我达成的影响就会变得很低。再加上粮食，我不是只能跟你去美国去购买，美国当然你的农业出口是世界1等1的，非常优秀，非常好，大豆、玉米、小麦非常优秀，但是不代表古巴不能买，不代表其他巴西也不能买。对不对？其他地方都有这些东西，肉我也可以吃阿根廷的牛肉，阿根廷不用为我哭泣，你只要给我牛肉就可以，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所以说，人家认为是说中国如果它现在被加征关税是一直往上去影响的时候对中国会有一些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其实是你的眼光还看在于是说至少是在8年以前，在川普刚上第一任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确给中国进行了非常大的打击。但此时此刻到现在，中国它还是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它并没有因为换届，甚至连领导人都同一个状况之下，它不需要受到这些政策的改移，他们还是持续去推进。那么他现在只要反击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他去反击什么？反击他对他的一些稀土变成禁运。那禁运状况之下，对美国会不会变成毁灭性打击呢？也不会。美国没办法对中国进行这个致命性打击，中国也没办法对美国因为禁运稀土而变成致命性打击。为什么？因为其实美国它也有去其他地方不断的去找一些稀土的替代的国家，能不能找到？可以找到毕竟中国不是唯一有的地方，除了 T 之外，T 还是镓之外，基本上你其他元素在其他国家是可以买得到，比如说蒙古。蒙古为什么最近这么拿翘？一边北踢俄罗斯，南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有美国去造，因为它的蒙古底下是有矿产，有煤矿也有这些稀土，但是其他国家也有，所以说美国可以找到替代品吗？可以，因为它有军事力跟经济力，还有美元力量，让这些国家愿意把稀土卖给他，这是没有问题。只是你精炼的程度是有限，你的成本很高。你跟中国可以买到完成品，跟其他人买到只有原料原料跟你买到完成品，这过程会有一些转换率，有他们的一定的 KPI、ROI 的问题，对不对？它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说这两边都还可以找到替代品。不会说因为你不给我，然后我的美军武器就失效，也不会，都是有互相去制裁，但是就会让大家不好做事，而不好做事的状况之下，美国的困难度一定会比中国来的高，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去什么事情都靠自己做出来，因为他把他自己的物价跟薪资调得太高，你去让自己去重新生产这一些工业的时候，已经没办法，这个我们讲了好几年都是这样。所以说，现在中国一开始也在12月13号的时候，他们就发布一个新闻，就是说中国的半导体、汽车、互联网、通讯协会，他们都发表一个声明，就是美国芯片产品不再安全、不再可靠，建议谨慎建议他们一些协会里面的会员要谨慎的去采购美制的这些芯片，也包含台湾，因为什么？因为台积电是美国的嘛。
对，我们台积电不是台湾人的嘛？什么护国神山没有，那70%赚的钱都是别人的东西，护什么国啊？那给你一个假象，你当真了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说，即使川普2.0要做这个贸易的跟中国脱钩，他是做不到的，因为他的压力就是在于你把自己的小院高墙建得太高，而且你还不愿意去拆，那么别人会加快速度去掉跟你合作的空间。所以说，你一旦跟中美之间的工业跟其他高科技一旦脱钩，对美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美国人你的收入很高。一个穿草鞋的跟一个穿皮鞋的，那穿的皮鞋能吃苦，还是穿草鞋能吃苦？这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它后面所面临到的经济压力会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高啊，各位要去理解。说美国的经济它要好，它也只能回光返照一阵子，长期要好，基本上没有这个空间，因为它已经不是工业强国，它连自己的武器都要得委外去制造，你的船舰你也只能维修，你还没办法大量的投产。那么请问一下，重工业不行，你轻工业怎么去做？都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阻碍。而最后跟各位借10分钟问题是在哪里呢？我们最后讲的问题是在欧洲。欧洲现在包含法国、德国，还有很多国家都进行了权力的交叠。比如说呢，法国它现在最近被倒戈了哦，它的一个总理被倒戈了。倒戈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也就是说，它现在第5共和是从1962年来首次被提出不信任案的倒戈。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马克宏他还是不会下台，他就比尹锡悦聪明了。我这次不解散国会了，反正你没被倒戈了，解散也没用，因为被倒戈了嘛，是不是？没有用，那再选我也是输的，我也知道。但是在现在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你法国的权力也会中空。那个德国现在啊，肖兹也变成看守的总理，因为他现在也没办法去 handle 他们国家里面的政治的交替，所以就变成了在欧洲许多国家都变成了是说在野党跟你的执政党哦，他们变成多党化的时候，产生了每一个都想去争这个大位，那么敌人的敌人便是可靠的盟友，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蒙古啊，蒙古在那个黄金家族在那个说这种名字啊，阿骨打那个金朝那个时候，成吉思汗他为了要统一蒙古，他每一个都得去打，对不对？我黄金家族我这边打了左打塔塔尔人，然后右打了什么？又打的是那个灭尔契人，对不对？我东打西打，打到你太阳寒，打到太阳寒都下山了，我还得继续打啊！现在状况就像欧洲这个样子。那你在法国状况之下，就像八王之乱，为什么呢？就变成是说我到处都要去，都联合各种不同的政党，我要把你的这个地方给取得你总统的宝座啊？为什么？因为我要抢那个位置。这个在晋朝那个司马家就是变成这个八王之乱的时候，就是大家互相抢。啊，互相弄啊，你搞我一下，我搞你一下，搞到最后你政府没办法好好运作，就变成能够在运作的都是商家，但是商家你在政治不稳的时候，你没办法很好的运用你自己的政府机器来让你的企业做稳定。所以说，欧洲的经济会不会好？从我们现在看到德国、法国，也包含其他国家，你没有办法，也包含了一些什么波兰啊什么地方。还包含那个什么奥地利什么地方了，好，都已经在不稳的状态。在这么不稳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让它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可以蓬勃的发展，那是有困难的。也包含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它的一个那个车厂哦，大众汽车的车厂，它大量的去裁员，也变成他们自己的经济也变成不稳。为什么会必须要去裁员？因为他们的工业没有进步。你工业没有进步，那么你的自己的内循环的产值你就做不出来。就完完全全是做不出来的。说这包含了欧洲最大的电池制造商叫北孚的这个公司，好，本来是要去跟那个中国的电池生产商就一别矛头的东西共占的，结果呢，这个北孚他就申请了破产保护啊，创办人辞职，对不对？它里面最大的第2大股东还是高盛，哦，光他自己就损失了9亿美元。所以说，这个北孚本来是说他要去取代中国在欧洲这些电池的生意，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的自己的发电量不够，他自己的效能只有宁德时代的20%，所以就变成是说我给你卖的比你贵，但是我的效能只有你的20%。你觉得其他车厂或其他的一些工业会想用它的产品吗？当然也不行，因为你做不出来你所承诺的那样子的效益，所以它的设备跟技术是挡不过的。所以现在欧洲跟美国的问题，不是只有在他们政治体制上出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工业技术，他们受到妥善的保护，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精进。他们认为我只要维持现在，是这个工业我有世界，我独步而行。谁知道中国它的工业发展这么快？那快到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去招架，让那些比亚迪等等这些车厂都是又便宜，效果又好，那他们的之前的这些高点的下跌效应就没有产生了这样子的优势，已经没有制高点了。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公司没赚钱，我怎么给你福利呢？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就没有办法了。说肖兹现在变成看守政府，那就只是说他自己已经没有政治力可以去让德国组织好他的工业啊，组织好他自己的银行，组织好自己的金融，还有他的就业率，甚至是什么呢？甚至他自己百姓的一些基础工作，还有移民问题。比如说德国现在就在想是说，你这个乌克兰的百姓难民过来了，对不对？到我德国境内了，你可以选择回到乌克兰，或者在我们德国里面取份工作啊。这个其实对德国的立场来讲，它是有效的，因为德国自己本身的生育率是蛮低的哦，因为你出读的越多，你生育率越低。但是很多人说德国的那个他们的公民教育很高，公民教育高跟你的那个知识成长都是不一样的。好，我记得我上次看到一个报道。看到报道，我没有时间去佐证啊。如果现在我们的粉丝有德国的生活的，可以来跟老师留言说明一下。德国据说有70%的人是没有念大学的，70%的人是没有念大学的啊，这跟美国是一致的，美国也是70%人念到高中就没有了。那就变成是说，德国他们真正的高精尖的一些高学历分子啊是不多的，然后能当上博士的 doctor 的，然后又很少。包括梅克尔他就是博士嘛，对，他数学博士，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就发现，就是说德国你既然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因为他70%的人没有上到这个高精尖的大学，而就没有办法研发出去跟改革出他们的工业的水准。他们太过于相信他们的老师傅的经验传承，因为老师傅是可以经验传承，但是你有没有办法从你经验里面去更高起来，去叠床架屋，去改革你的技术，这就变成一个极大的一个问号。说德国跟美国不是他们没有高级人员，而是他们没有把教育的深耕化做好。他们只是希望维持着过去的农庄式、庄园式的一个经济体制，就是我的上最高顶流的就资本家，中间底流的就是政治贵族，在下一层的下一层是什么呢？就是有念高等教育的，然后在下一层就是什么基本大学生，然后在下一层是高中毕业生，在下一层就是那些贫民窟的人。所以马斯洛的生存理论其实放在一个地方，它也是可以去解释其他的任何的政治体制，也是可以解释的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发现，你现在欧洲跟美国，你的教育已经来不及在现在去培养的状况之下，而你的大学又必须去让亚洲生包含印度，还包含的是中国，也包含的是之前过去是港台的学生去给你缴学费，让你们的学校可以运营下去。那么就等于这些人如果没有留在你们那边，那么他就回到他母国去建设。那印度人是不回去了，但是问题是中国人被你们驱逐了，所以美国人他现在要赶快把这些学生赶快驱逐出去美国境内，然后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避免你们来去抢他们饭碗或是学到他们东西。那这个就很奇怪，你不是认为自己很好吗？你应该把学成的人赶快留下来绑住，是不是？不要让你们回中国了，中国又破又穷，来我们美国享受我们的自由民主博爱嘛，空气都是甜的，对不对？甜甜圈都说他太喜欢美国了，自由真好，对不对？还不去吗？当然得去啊！你现在把他逐客论了，那你真的应该去看一看，中国也有一篇叫做《留侯论》你不能只看逐客书嘛，对不对？你要看一下《留侯论》嘛，是不是？都还得去学习的地方。所以说，未来的欧洲跟美国经济是一定会弱的。弱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近日又进行的那个教育的改革，要去强化他们术科跟理科这种研发的精英的一个培养。这就变成说，未来中国会一直不断的往这些研发的路去迈进。它要研发出来干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中国未来它要的目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取得科技的优先权，因为我花20年的时间，我从现在这一代开始培养起来，我1000多万大学生里面，如果我都能够把他们的比重慢慢从文科生或是百业里面尽量的调到这些数理科生。数理科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让他们研发里面更加的精粹，你进步的速度就更快。那越快越多天才去加入他们的研发，那是不是你的所有的晶片、能源或者是任何的工业器械，是不是都可以获得飞跃式的进步？第二个就是中国可以做出这些技术人的输出。
中国很多大学生，像我们前2年有谈到，中国不有我们估计当年的2022年，我们有1100万的大学毕业生，到今年1400万的毕业生。1400万的大学毕业生，那个有什么毛用呢？没毛用啊，因为他们没有做好的这个是人文素养的东西。很多大学毕业生认为说我毕业即失业，但是因为你没有做好人文素养，就他不知道我念书之后我要出来做什么。就像20年前台湾，对不对？你毕业之后，你很多人面临这个恐慌，就是我毕业之后我能做什么？我还是做跟我本行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你过去告诉我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我读书改变命运的话，我的收入竟然还跟我爸差不多，2、3千块人民币。我是大学毕业生，那我干嘛呢？是不是？所以他们现在应该缺乏的不是只有岗位的问题，还有他们的人民的人文教育还不够。人文教育也包含了精神教育、心理教育跟你的一些素质教育，都还是有必须强化的一个地方。但是他现在去做的，就是要把这些人口的素质改成你有研发能力的，那这些研发出来的毕业生，他就有可以向到其他国家去输出。世界这么大，非洲都有多少国家了，对不对？中东还有各个地方，他都需要数理科生、工程的学生来去帮他，不是只有算术有高精尖了，你的工业也算是理科生。这些人你可以大量去输出，去建构其他国家的基础建设，把大家都拉起来了，那你是不是你的交通、你的物料的旋转就更加的快速了呢？包含他们自己国家如果更高度的自动化，那么人才的东西就输出以后，他们可以做到就是赚取更多的外汇。因为你可能在美国去跳机，你可能在美国当美国人，但是我不担心你去非洲之后，你放弃中国国籍变成非洲人吧？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应该我老师估计他是要做人才的输出，然后呢，这些人才的输出在其他国家去发展，取得他们的一些在发展期的红利之后，那么他们会把他钱拿回来养家，对不对？中国嘛，你还是要落叶归根呢，是不是？你还是要得回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得到的是实际上更多的资产的平均化，就是我把你扶起来了，你赚的钱你有我一份，对不对？那我花了钱，那我也可以回收的回来，那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美国它变得小院高墙的时候，中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肯定就是让自己的国民可以变成世界型的经济的算侵略吧？你算侵略也是啊，你算是殖民也是。那很多事情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变化的不同，好吗？好，那今天我们跟各位讲的这个事情时间这个只能先讲这边其他的一些军事上的事情我们可以先省略一下我们以后再说。那我们今天时间最后还是讲我们在下礼拜2我们就会开始，各位已经可以开始陆续收到我们的6年批算的结果了老师会一直不断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回来跟回信给老师去知道。流年他就给你只在那一年范围之内的，我没办法是说2025年给你，再给你2026年、2027年的，没办法，我就2025年，好吧？我们一次只讲1年，你1年先干好，你再跟我讲其他事情，对不对？你1年干不好，你就知道后面的也没毛用了，是不是？当下你要怎么改变，让自己更好，那才是重点。那我们点灯的这个时间报名，下个礼拜一定会出来10到15号之间一定会出来，好吧？那一定会的，因为这个是大事，我们一定会做出来的事情，好吗？那还有什么事情我突然忘了讲了，突然傻对，下礼拜开始我们会有一些那个心灵大灾问，这次老师跟各位去征集你生命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因为老师把自己的履历跟各位讲了。那么老师最近收到的信件这是如雪片般飞来这比我的预期还要多的朋友来去跟老师写信，那老师会逐一的会把它整理好，然后来我们再开节目跟大家个别的去分享老师怎么看待你的问题还是一句话，你不要试图用老师来说老师帮我算一下怎么样，我是算命的，但是我心灵大灾问，我们是由另外一个角度跟各位去分享跟讨论不会帮你算命，不会帮你算命，不会帮你算命，我他妈就靠这个吃饭了，你他妈再让我给你算免费的，你就要我还活不活对不对？我讲的很实在我就靠算命活着，对不对？你连让我赚算命钱都没办法了，那我怎么活下去你不能为了解决你问题让我去死吧开玩笑的。你只要算命以外的问题你都可以提出来很多事情人生中的成长不是只有是非选择，有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无法理解无法理解的问题。当然因为今天时间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跟各位去细谈，但是老师很实在跟各位讲，任何的问题跟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有绝对的影响，而不是只有是说能不能挣钱，能不能成功这一件事情。有时候就是个人的认知还会导致了你上中下3代的影响，就因为你现在怎么想，你上中下3代的生活都会产生了改变。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会跟各位好好谈。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